上一期我们讲了朝鲜半岛后三韩时代中的两个国家高句丽和百济的余部选择向日本进行求救。那么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又对朝鲜半岛做了什么呢？本期的老白说朝鲜风云系列的第3集将和大家讲一讲朝鲜半岛是如何开启了统一的暹罗王朝时代。当时高句丽和百济的余部选择向日本进行求救，而此时的日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改新。当时日本天皇是刚刚登基的天智天皇，他刚刚在日本国内进行了大化改新。这个改革废除了日本以部棉制作为特点的日本奴隶制，参照中国隋唐的封建制，建立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中央集权制，使日本由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这一时期日本的改革在日本古代为移植中国文化、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的天智天皇以为日本在经过了大化改新之后，已经能够跟唐朝掰掰手腕了，因此他误判了唐军的实力，认为唐军在朝鲜半岛没有多大的战斗力，留在朝鲜半岛的唐军已经失去了势力，因此日本决定派出3万大军登陆了朝鲜半岛。而日军在登陆了朝鲜半岛以后，则直接攻击大唐的盟友暹罗国。日军势如破竹，连夺数城，几乎切断了暹罗和唐军之间的联系。而这一招还真的有效，因为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以及高句丽的牵制，驻扎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唐军此时难以得到补给，所以这个时候的战局优势开始倾向了已经濒临灭亡的百济。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此时的百济内部却发生了权斗，百济的重要人物都纷纷被干掉，内部的动乱则直接毁掉了百济的军心，也使得驻扎在南部的唐军在劣势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最终等来了援军。援军一到，随后就好办了，唐军海陆协同作战，直逼周留城。而周留城可以理解为百济残部聚集想要复国的皇都。在周留城附近，唐朝水师和前来增援百济的日军狭路相逢，随后就爆发了对日本历史来说极为重要的白江口之战。白江口之战，唐军只有100多艘战船，但是船只高大坚固，而日军虽然有战船800多艘，但船小，而且战斗力极弱，因此根本无法对唐军形成有效的威胁。更为不堪的是，日军军旅步走，各队毫无章法，他们对着唐军乱冲，而唐军则是排好阵型，分为2队，迅速地将日军包围。日军4次突围，均遭惨败，最终损失过半，被迫撤退。这一段历史有一本书叫做《军事大辞海》中有记载，唐军分水陆2路进拔周留城，欲倭兵于白江口4战皆捷。同月，又破百济余众，遂克周留城，自是百济在定。输了海战之后的日军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盟友百济。此战让日本体会到了唐军的强大，他们生怕唐朝会乘胜攻打日本本土，于是就在对马洲和九州岛的北部建立了许多沿海城防，甚至当时的日本天子天皇也立即把首都从沿海的南波津迁到了内陆的晋江津，以此来躲避大唐水师的锋芒。随后日本认识到了差距之后，开始改革并恢复和唐朝的交流，进一步追随和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这就是日本这边的发展了，乃至于现在都看得到日本处处都是唐朝文化的缩影。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我们后续再单独说。我们再回到朝鲜半岛这边，自从白江口海战之后，百济的复国运动宣告失败，唯一剩下来的高句丽在唐朝和暹罗夹击之下，也已是大势已去。于是在公元668年，唐朝名将薛仁贵仅带着3000兵马就破了高句丽的主力，杀敌上万人。高句丽40余城，
纷纷望风而降，最后各路唐军会师平壤，雄强一时的高句丽宣告灭亡。灭亡之后，唐朝在这里设置了安东都护府，正式开启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此时的朝鲜半岛又回到中国的朝代影响范围之内，这片土地上就只剩下了一个暹罗国。朝鲜半岛的历史也在随后正式进入到统一的暹罗时代。而暹罗在完成统一朝鲜半岛之后，又开始继承背叛盟友的优良传统，开始对中国的唐朝进行破坏。那么他是如何做的呢？我们下一期跟大家一一揭秘。